全球观众朋友您好，佛法能够历久弥新，正是因为许多心系众生的法师们不离本怀的传承正法。慈济人也时常关怀各寺院法师，在这一来一往的互动当中，共同向外弘扬佛法。这真诚的情，让人深刻感受到佛法不只存于经典当中，更是在人与人之间温润流转。上人总说，为佛教，为众生，唯有走入人群，身体力行，才能将法的真谛广为流传。法师与慈济人彼此护持，同行菩萨道。这份和合互协的力量，不仅安定人心，也让跨越世代的法缘在当代延续，让佛法在人间持续发光发热。읽어봐라. 자연을 의지해서 무정물과 유정물이 함께 숨 쉬고 호흡하고 산소를 먹고 삽니다. 그 자연을 의지해서 나오는 식재료를 그 식재료로 음식을 만들어줘야 내가 알고 있는 모든 이가 자유로우면서 영원히 자유로울 겁니다. 真光法师在2022年，他其实得了亚洲50大餐厅的标志人物奖。接下来我们就请他在高雄办了一个蔬食的教学，也跟台湾的餐厅合作，做了钵盂供养。那时候刚好遇到我们土耳其的地震，所以他也在参会的时候呢，为我们募心募爱。从那之后，其实只要有场合，他就会帮我们慈济去讲说，慈济在做些什么事情，做到怎么样的程度。这几年来，只要有机会见到真光法师，他都第一个就问我说：“上人好吗？一定要把握因缘来见上人。”有缘呐。지금까지 수행을 하시면서 참 많이 고생하셨습니다. 참 많이 수고하셨습니다. 저는 절집에 와서 지금 50년이 됐는데 큰 스님을 뵈니까 마음이 어려집니다. 이 엄동설 안에 연꽃으로 노스님께 공양 올립니다. 这是莲花，是真的有水。 연꽃을 생년을 9월달에 따가지고 금 냉동을 시킵니다. 그래서 녹여서 연꽃을 하나하나 피면서 큰 스님의 이 법 향기, 연향이 온 세계적으로 퍼졌으면 하는 염원입니다. 看了都心生欢喜，我要拿回去。 큰 스님 가져가시고 차도 한 잔 드셔도 됩니다. 또 올리겠습니다. 感恩감사합니다. 진작에 올렸어야 되는데. 와, 真不简单。 네, 노스님의 그 삶의 흔적에 노스님 지금 모습입니다. 感恩你我同样都是从莲花长，我们修行者心无杂念。祝福你。 오늘 이 연꽃을 모셔서 가시면은 저를 전체를 가지고 가는 겁니다. 或者是这一回要跟我一起回去。 Yes. 예. 오, 예. 你看高哈，我们语言虽然不通啊，应该心里都彼此明白，一看都是很亲切，应该从过去生就有这份缘。想到啦，咱若伫咧读经，读到《弥陀经》啦，讲花亲像呢，迄个车轮遐大，就亲像安尼啦，真大蕊的花哦。到位呢，伊安尼用叶啊淡淡安尼甲包甲真整齐，来到遮甲拍开吼，安尼看用滴扣。
真轻脚轻手吼，我甲浸伫水底，要摕这蕊花来，无简单啊！我看了很感动，所以天地万物啦，都有它的珍贵。尽管这一朵花，也许几天它就会会烂黄去，不过呢，很珍惜，最起码记忆中啊，都会记得，这是韩国一位法师用心带来的这点心，很感动。所以我昨天啊，初次见面吼，看到欢喜啦，我竟然甲讲吼，啊，你后摆若要过来吼，你就带一蕊花来，真正是吼，那一见都亲像知己同款，那这么正诚恳，遐尼正爱的心态，这呢就是真正世间啊万物都有啦吼。除这蕊以外，伊讲还阁一蕊，你还阁放伫冰箱里，要转去花莲，会当带转去，吼，安尼我就放心看桌顶这蕊莲花吼。所以讲，真感恩，感恩人间啊，有真多呢，人间的宝，心欢喜就是宝啦，心爱就是宝啦，无一定讲吼，他都爱自讲宝气，咱欢喜就是宝吼。世间啊的物件都有生灭法啦，但是呢，咱的信仰啦，那真诚的发心佛法，咱都爱听，都爱读，都爱研究，然后用虔诚信心信仰佛法，咱今生虔诚，来生啦也同款呢，甲佛法还是呢，也是因缘连结。显光明。我记得17年前有一天，我接到慈月师姐的电话，她就是简单的说：“咱今嘛吼，一会儿准备踮咧中正纪念堂啊，吼，迄个平台吼来邀请法师哦。”我二话不说说：“好啊！”我这句话好像我等了千百年呢，怎么有这个机会？但是我为什么会说好？我相信应该是前世有约吧，就是很欢喜，这样子奔来奔去，内心就是很高兴，感觉到说真的是好像无量法门悉现在前。我们邀约法师哦，看起来是很简单，其实有时候要做功课。到今年要把无量易经传送出去，坦白讲，我得非常的高兴，觉得这条路是几年来自己都觉得我有没有走对，我有没有偏差掉。所以当要用无量易经的时候，我感觉我回到家的感觉。这些法师真的，如果说要彩排怎样的话，他们都配合。可能在事先我们就铺陈了无量易经，广传到这些浴佛法师，让他们朗朗上口。那我们在这里感恩法师。我因为参加慈济浴佛，我都感念到慈济的精神无远佛界，培福修慧。这是我自己写的啊，应该真多哈。在中正纪念堂的浴佛大典，尤其在大雨滂沱，我感受到我的心是平静的，因为法譬如水，上善若水，水的滋润让我们能够熄灭我们的贪嗔痴。那也借由在浴佛大典，我们的心是正念的，我们的心是安定的，精进力行菩萨道。
这次参加慈济的浴佛的这个大法会，我们参加这样的一个盛大的一个浴佛的活动的时候，内心有深刻的感受。慈济的这些志业都是皆能利益众生，而且每次慈济的这些师兄师姐们身上也看到慈悲跟智慧。赞叹慈济的营师团队神通广大，能够广邀这么多法师啊！当天据说有480几位法师一起出席。那法师们来自四面八方，法脉传承不同，但是大家能够一起来浴佛，平时在联系上面一定是下了很大的功夫，才能够让这么多法师们认同参与这个活动啊！这个实在是功德无量哈！感恩啊，千言万语啊，说不出呢。如何来形容感恩之心啊？真正的人生的价值，就是在没有遗憾的人生。听到了各位法师们对慈济有肯定了，我就安心了。如果说我们在浴佛节的时候，给全球的不管哪一个宗教，都能够看到佛门是这种的样子，我觉得会殊胜很多。所以佛门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宗教。还有，我深深觉得慈济是这么一个大的团体，那我也觉得慢慢这些释众弟子也越来越有机会跟出家人接近，那这是好事。不止我们慈济，或者是这所有的众生，都有需要法入心，而真正有心法的力量出来。所以一定要多接触善知识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法能入心，早日开悟，也让这个《法华经》无量一机，也让我们慈济的团体在全球上发光发热。佛陀为一大事因缘来人间啊，菩萨道始于此步，还是同款爱有第一步行出去。所以讲千里之道啦，开始的第一步。我们的第一步呢，方向唔通偏去，偏啦，差之毫厘呀，事与千里。大家都很有能力，很有才华，很有法缘呐。每一位法师都是呢，真正的现在佛法要形成，都是亲像安尼啦。不过咱起码需要的，就是爱合心，合一念心。是佛心，佛陀呢就说，我们人人本具有佛性，所以咱爱相信咱甲佛呢是同等，在佛不增，在凡不减。只要咱感觉讲我也成佛，我也是呢有佛性。有佛性绝对会成佛，所以讲咱未来佛啊，不过呢，非行菩萨道不可。菩萨道都是凡夫甲佛的经验中间的一条路，咱若无行，或者是行偏差，那这个时间万劫迂回啦，实在是。真远啦，所以呢，要行佛法的捷径，那就是菩萨道要行好正，但是一定要行
无迄个讲坐着吼，都会成佛。绝对呢，就是爱身体力行，这叫做菩萨道，也是佛陀来人间呐一大事的因缘，嘛是咱、你、我、伊大家人共同的一大事。所以我吼真欢喜，无以为报啦。子孙啊，用无限量的感恩，期待咱是一家人，如来一家人。我想法师们有去过兰比尼，也看到在兰比尼的乡下里面，还是有很多的这种乡亲住在茅草屋跟土屋里面。而实际不只是在讲佛法而已，也要把佛法走进社区，走进这个苦难众生。我们在兰比尼，在尼泊尔已经翻译成尼泊尔版《无量易经》，还有在印度呢，也翻成了印地版的《无量易经》。我看到了那个慈悲回来了，佛陀回来了。上人，这几年呼吁我们大家啊，要来回馈我们佛陀的故乡兰比尼呢，啊，我们也看到也具体的有很大的成果，我们看到的都非常欢喜。慈济的志工还有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到佛陀的故乡，为我们的下一代哈，来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菩提种子。感恩今天呐，法师们哈，我们大家共聚在净思堂，真的都是感恩呐。刚刚明光法师提起回归兰比尼佛陀的故乡，这都是因缘呐。的确，到了兰比尼才知道呢，原来啦，尼泊尔的苦啊，佛陀当初呢，住皇宫，在城外啦，他所见到的苦，我想跟现在的苦也差不多，因为现在就是那么苦。慈济人去啦，回来啦，一一的表达，总是听到他们在表达，感觉讲这一群居士们愿意去在那里，尤其是常住在那里，那时候真不简单。所以为佛教、为众生，咱伫咧发愿，啊，因伫咧做，总是呢感恩事多。无法度好去表达说感恩啦。台湾社会啦，一直都是爱心人不断的增加啦。那很重要的佛法在台湾也很昌盛啦。那台湾多数拢是佛教徒偏多，过去啦，大家拢佛教徒真多，但是呢，是不是了解佛教也无？我们的法师们呐，很多大法师啊，很用心，各个道场都是呢，对信众都有传法、讲经、说法，先一念心起啦，也唔通讲等到我真多有够啊再来做，那就是少少的一点，就从少而到多，那再来普遍呢，更广更阔，这就是咱慈济开始的精神。这当中呢，爱的力量，总是呢，佛法的传承，那一份的天性的爱，真诚的爱，大家人
用心用爱爱的能量汇聚啦，小量长久累积啦，嘛是成大善啦。总而言之呢，人人花好愿，人人身体力行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，苦难人只要有缘见闻啦，见闻人生有苦难，我们就可以及时呢付出，这就是见福造福啦，就得福。所以讲，福是家己做来啦。当然啦，信仰三宝，尊重三宝，这呢佛法啦，在人间可以带动人人的理解爱心。为什么大家人看到寺院、佛像，也都要顶礼，都要跪拜？这都是培养家己的信心，迄种培养家己的理解。看到法师，咱呢嘛是爱敬礼啊，清宝、法宝、佛宝，这个是三宝啦。当然，慈济人啦，都是很有理解。咱的子孙啦，嘛会当安尼甲传啦，因为心中啦已经种着迄粒善的种子，有赞叹将来他就会自己也可以做善的教育啦，很重要所以这个代志要不断延续下去，让大家人知影讲人生的路应该安怎行，这很重要。所以讲弘扬佛法，说人间好事，这呢是弘法利生。安尼听有无？感恩大家感恩啦。佛法的可贵不在于听闻多少，而是在于是否真正入心，落实于心。所以我们愿意用心体会，将所学化为行动，将会发现每一步付出都是在滋养自己的慧命，延续正法的力量。看见法师们以身作则，慈济人彼此扶持，共同精进，正是一种最真实的法的传承。同愿同行的精神，可以让人间多一分善，多一分光明，也让爱的力量持续扩散。期许我们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把握因缘，用心行善，让佛法不只是被听见，更能被实践。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正言上人那履足迹，我们下周见。